老話說，人生70古來稀。但在這個時代，60、70歲恰恰是人生的第二春。年輕的時候，我們為了家庭，為了兒女，把自己活成了一座山，扛下了所有的風雨。我們总是說，等以後有空了，一定要去看看世界。可是日子一天天過去，頭髮白了，背也驼了，那個以後究竟是什麼時候呢？朋友，別等了，趁着腿腳還靈便，趁着眼神還清澈，去看看祖國的大好河山吧。去看看那些只在電視裡見過的雪山，去摸摸那些流淌了千年的溪水。今天，我想請你給自己1小時的時間，放下家裡的瑣事，忘掉兒孫的煩惱。我從數萬公里的旅程中，為你精選了28個人間仙境。這裡沒有走馬觀花的匆忙，只有洗滌心靈的寧靜。不管你是50歲、60歲還是70歲，只要心還在跳動，路就在腳下。我們的旅程就從一扇通往天堂的大門開始。這裡是愛旅遊頻道，記得按讚、訂閱並打開小鈴鐺，這樣您就不會錯過我們的新視頻。如果你有想看的內容，歡迎在評論區留言。景點1：天門山。如果說人生是一場修行，那天門山就是那道必須要跨過的坎。你看脚下這條路被稱為通天大道，短短10公里，卻有99道彎，像一條巨龍盤旋在懸崖峭壁之上。這就像是我們年輕時走過的路，雖然曲折，雖然艱難，但每一步都在向上。坐上這條世界上最長的高山客運索道，整整28分鐘，我們在雲海中穿行。看着腳下的萬丈深淵，也許你會心跳加速，但當你看到那個巨大的天門洞時，一切恐懼都會煙消雲散。它高掛在1300米的天壁之上，那是大自然給人類留下的奇蹟。站在這裡，仿佛伸手就能摸到天。深吸一口氣，把胸中的濁氣都吐出來。你會發現，站得高了，以前那些讓你糾結的雞毛蒜皮，真的都不算什麼了。景點2：九寨溝。看完了山的險峻，讓我們的眼睛去喝一口最清澈的水。人們常說，九寨歸來不看水。在四川的深山裡，藏着這樣一個童話世界。這裡的水不是一種顏色，而是五彩斑斕的。你看這五彩池，明明是同一湖水，卻呈現出鵝黃、墨綠、深藍、藏青各種顏色。就像是我們的人生，酸甜苦辣鹹，五味雜陳，缺了哪一種都不完整。這裡的水靜得像一面鏡子，把藍天、白雲、雪山、森林都倒映在水裡。水在樹間流，樹在水中長。走在栈道上，聽着潺潺的流水聲，仿佛能洗去一身的疲憊。如果你覺得生活太累、太吵，那就来九寨溝吧。在這裡，時間是靜止的，你只需要負責發呆，其他的交給大自然。景點3：獨庫公路。
如果你問我中國哪條路最適合自駕，我會毫不猶豫地告訴你，獨庫公路。這不僅僅是一條路，它是一部英雄的史詩。這是一條無數解放軍戰士用汗水和鮮血鋪成的天路，全長561公里，卻能讓你在1天之內經歷春夏秋冬。早上出發，你還在綠草如茵的草原上看着牛羊吃草。中午，你就開進了漫天飛雪的雪山，兩旁是幾米高的雪牆。下午，你又穿行在紅色的峽谷和荒漠之中。這像極了我們的一生，有順境時的春風得意，也有逆境時的寒風刺骨。但無論經歷了什麼，只要握緊手中的方向盤，一直向前開，終點一定是光明的。走完獨庫公路，你會明白，人生沒有白走的路，每一步都算數。景點4：鳳凰古城。如果路走累了，我們就找個地方歇歇腳。沈从文先生說，我航過許多地方的橋，看過許多次數的雲，喝過許多種類的酒，卻只愛過一個正當最好年齡的人。這裡是鳳凰，一座充滿了詩意和鄉愁的小城。清晨，沱江上泛起一層薄霧，你可以坐上一艘烏篷船，聽艄公唱一支古老的山歌，看着两岸百年的吊腳樓緩緩後退，仿佛時光倒流回了那個車馬很慢的年代。當夜幕降臨，鳳凰才真正醒來。萬家燈火倒映在江水中，金碧輝煌，卻又不失溫柔。找一家江邊的茶館，泡上一壺好茶，看着窗外的人來人往。也許你會想起年輕時的某個朋友，也許你會想起一段塵封的往事。在鳳凰，回憶是被允許的，也是最美的。景點5：梵淨山。休息好了，我們要去拜訪一位隱居的高人。在貴州的深山裡，有一座不可思議的山峰——梵淨山。它是大自然的鬼斧神工，也是人類信仰的奇蹟。你看那紅雲金頂，像一根巨大的石柱拔地而起，直插雲霄。金頂之上，兩座寺廟被峽谷隔開，中間僅用一座天橋相連。在雲霧繚繞的時候，這裡就像是漂浮在空中的仙宮。想要登上金頂，需要手腳並用，爬上近90度的石階。但當你站在山頂的那一刻，看着腳下的萬畝原始森林，看着翻騰的雲海，你會感受到一種前所未有的寧靜。這就是梵天淨土。在這個喧囂的世界裡，能有這樣一方淨土，讓我們放下執念，回歸本真，是多麼難得的緣分。景點6：賽里木湖。有人問，世界上最美的眼淚是什麼顏色的？我想，一定是赛里木湖的藍色。它是大西洋暖濕氣流最後眷顧的地方，所以被稱為大西洋的最後一滴眼淚。這裡的藍是那種純粹的，不含一絲雜質的藍，藍得讓人心醉，藍得讓人想哭。遠處的雪山倒映在湖水中，湖邊是盛開的野花，偶爾還有幾隻白天鵝在水中嬉戲。
在這裡，你不需要任何濾鏡，隨手一拍就是大片。把車停在湖邊，什麼都不用做，只是靜靜地看着湖水發呆。那一刻，你會覺得生命是如此的美好，世界是如此的寬廣。所有的煩惱，在這片純淨的藍色面前，都顯得那麼微不足道。景點72期樓。看過自然的奇觀，我們再來看看人類的想象力。回到張家界，當夜色降臨，一座金色的宮殿拔地而起，這就是72期樓。它高達109米，吉尼斯世界紀錄認證的全世界最高的吊腳樓形態建築。中間那個巨大的空洞，就像是一隻通往異世界的眼睛。燈光亮起，流光溢彩，像極了神話傳說裡的妖界，又像是《千與千尋》裡的湯屋。這裡有最地道的煙火氣，有熱情的土家阿哥阿妹，有香氣撲鼻的美食。在這裡，你可以大口吃肉，大碗喝酒，感受那份久違的熱鬧和豪爽。人生苦短，該吃吃，該喝喝，開心一天是一天。這72期樓的燈火，照亮的不僅僅是夜空，更是我們對生活的熱愛。景點8，那拉提。剛才我們還在人声鼎沸的樓閣裡把酒言歡，現在我要帶你去一個能聽到風唱歌的地方。閉上眼睛，深吸一口氣，聞到了嗎？是青草和泥土的芬芳。這裡是新疆伊犁的那拉提，被譽為空中草原。為什麼叫空中？因為這裡的草原不是平鋪在地上的，而是掛在天上的。平均海拔2000米，草原順着山勢起伏，像極了綠色的波浪，一直鋪到天邊。遠處的雪山是它的背景，白雲是它的點綴。在這裡，你不需要趕路，找個小山坡坐下，看着牛羊慢悠悠地吃草，看着老鷹在頭頂盤旋，你會突然覺得城市裡的那些車水馬龍，那些做不完的報表，離你很遠很遠。在這裡，時間仿佛失去了意義，只有風聲，只有草香，只有這一刻屬於你的自由。年輕時，我們總想征服世界，老了才發現，被世界溫柔地抱着，才是最大的幸福。景點9，芙蓉鎮。從遼闊的北疆草原，我們要瞬間穿越回溫潤的湘西。在深山之中，藏着一個不可思議的古鎮——芙蓉鎮。別的古鎮是依山傍水，而它是直接掛在瀑布上的。你能想象嗎？一條巨大的瀑布從鎮中心轟鳴而下，跌入有水河中。這裡的人家世世代代都聽着瀑布聲入睡。白天，它是青石板路上的歲月靜好；夜晚，它是流光溢彩的夢幻仙境。當夜幕降臨，南瓜燈一盞盞亮起，紫色的燈光打在瀑布的水霧上，像不像神話裡的天宮？走在懸崖邊的棧道上，水霧撲面而來，那是2000年前土司王朝的氣息。
如果你看過了太多的古鎮，覺得千篇一律，那芙蓉鎮一定會讓你眼前一亮。這裡有歷史的厚重，也有流水的靈動。就像我們的人生，既要有沉穩的底色，也要有奔流不息的激情。景點是大柴旦翡翠湖。有人說，大自然是最偉大的珠寶設計師。如果不信，你去看看大柴旦的翡翠湖。在青海茫茫的戈壁灘上，上帝仿佛打翻了首飾盒。這哪裡是水？這分明是一塊塊巨大的翡翠。有的綠的像帝王綠，深邃高貴；有的綠的像薄荷糖，清新淡雅；還有的呈現出一種夢幻的蒂芙尼藍。這些色彩是大自然經過億萬年的沉澱送給人類的禮物。走在湖中間的岩堤上，兩邊都是晶瑩剔透的湖水，你會忍不住放輕腳步，生怕踩碎了這滿地的寶石。這裡沒有九寨溝的樹，也沒有西湖的橋，只有最純粹的顏色。這種美，美得驚心動魄，美得不似人間。如果你還沒想好送老伴什麼禮物，那就帶他來這裡吧。告訴他，這裡的每一片湖水都像你年輕時的眼睛一樣清澈。景點11：袁家界。看完了地上的寶石，我們再次抬頭去看看天上的奇蹟。歡迎來到袁家界，一個讓好萊塢導演都驚嘆的地方。還記得電影《阿凡達》裡那座懸浮在空中的哈利路亞山嗎？它的原型就在這裡，乾坤柱。當你站在迷魂台上，看着眼前這一根根拔地而起的石柱，你會懷疑自己的眼睛。它們就像是被天神插在峽谷裡的利劍，直指蒼穹。如果運氣好，遇到雨後初晴，雲海在山谷間翻騰，這些石峰真的就像漂浮在雲端一樣。你會覺得，也許這裡真的住着納美族人，也許騎上飛龍就能穿越到另一個星球。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在這裡展現得淋漓盡致。只有站在這裡，你才會明白人類的渺小。我們所謂的巧奪天工，在真正的天空面前，不過是班門弄斧。來這裡不是為了看山，而是為了看一看地球最初的模樣。景點12：喀什古城。如果說北疆看的是風景，那南疆看的就是人文。不到喀什，不算到新疆。這句話，只有當你走進這座活着的千年古城，才能真正聽懂。這裡是古絲綢之路的重鎮，每一塊磚，每一扇門，都刻滿了歷史的痕跡。走在迷宮一樣的巷子裡，你會看到白鬍子的老爺爺坐在門口曬太陽，眼神裡全是慈祥。你會看到年輕的八郎子在叮叮當當地打着銅器，那是傳承了1000年的手藝。在這裡，時間是慢的。你可以花一下午的時間在百年老茶馆裡，花幾塊錢喝一壺茶，吃一塊剛出爐的烤包子。看着當地人載歌載舞，你會不自覺地被他们的快樂感染。這裡沒有陌生人，
只有還沒認識的朋友。即使語言不通，一個微笑，一杯熱茶，就是最好的交流。這種濃濃的人情味，才是旅行中最溫暖的記憶。景點13：藍月谷。在巍峨的玉龍雪山腳下，藏着一輪藍色的月亮，這就是藍月谷。這裡的水藍得讓人心疼。不同於九寨溝的多彩，也不同於翡翠湖的翠綠，藍月谷的藍是一種帶着含義的高貴的藍。傳說在月亮最圓的晚上，這裡的湖水會泛起藍色的光芒。山谷呈月牙形，遠看就像一輪藍色的月亮鑲嵌在雪山腳下。湖水流過白色的台階，層層疊疊，像極了梯田，又像是流動的白玉。據說，這裡是納西族男女殉情的地方，也是見證愛情忠貞的聖地。如今，它靜靜地流淌着，洗去了歷史的悲情，只留下了純淨的美。帶着愛人來這裡走一走吧。在雪山的見證下，不需要海誓山盟，只要此時此刻你在我身邊，就是最好的風景。景點14：楊家界。如果說袁家界的山是柱，那楊家界的山就是牆。這裡有着全球罕見的封牆奇觀。你看那一排排巨大的石壁，整齊地排列在山頂，像不像古时候為了抵禦外敵而修建的城牆？但這不是人類的作品，而是大自然花了3億8千萬年，用風、用雨、用時間一點點雕刻出來的。它們像衛士一樣，守護着這片神奇的土地。走在楊家界的山路上，你會感到一種蒼涼而雄渾的力量。這是一種堅韌不拔的精神。無論經歷了多少風吹雨打，依然屹立不倒。這像不像我們要強了一輩子的父母？像不像那個為了生活從不低頭的自己？站在這裡，對着大山喊一聲吧，把心裡的積壓的委屈都喊出來，讓大風把它們帶走。山會聽懂你的沉默，也會接納你的咆哮。景點15：吐魯番火焰山。還記得小時候看過的《西遊記》嗎？孫悟空解芭蕉扇的故事，讓我們記住了這座800里火焰山。今天我帶你來看看它的真面目。當你走進新疆吐魯番，看到那片赤紅色的山脈像烈火一樣在燃燒，你會驚嘆：吳承恩誠不欺我。這裡的地表溫度最高能達到80度，是真的火。看着那根巨大的定海神針金箍棒，仿佛能聽到當年取經路上的艱辛。人生不也是一場西遊嗎？9981難，每一難都要自己去渡。年輕的時候，我们都是那個不知天高地厚的孫猴子，總想翻個跟頭10萬8千里。後來，我們變成了那個挑擔子的沙僧，默默地扛起生活的重擔。站在這火焰山下，回首往事，那些曾經覺得過不去的坎，現在看來，不也就是一場過眼雲煙嗎？來這裡，
感受一下大地的熱度，也致敬我們那段燃燒過的青春。景點16：黃龍五彩池。如果不怕熱，那就来個透心凉。從火熱的吐魯番，我们瞬間穿越到四川松潘的高原雪山下。這裡是黃龍，被稱為人間瑤池。不同於九寨溝的秀美，黃龍的美是宏大的、輝煌的。你看那五彩池，像不像一條金色的巨龍身上掉落的鱗片？成百上千個鈣化池層層疊疊，池水清澈見底。在陽光的照射下，水面泛起金黃、乳白、湛藍、碧綠的光澤。傳說這是王母娘娘洗澡的地方，也是神仙聚會的地方。這裡的海拔雖然高，但只要慢慢走，調整呼吸，其實並沒有那麼可怕。就像我們到了這個年紀，做事不用再急吼吼的，慢慢來，比較快。坐在池邊，看着雪山倒映在五彩的水裡，你會明白什麼叫歲月靜好。這種美不需要任何語言去修飾，它本身就是一首詩。景點17：天子山。既然說了神仙，那怎麼能少了天子？回到張家界，我們要去拜訪一位山中的帝王——天子山。這裡的山峰，每一座都像是列隊的士兵，威風凜凜。最著名的莫過於這座玉壁峰。你看那幾座石峰，細長而挺拔，頂端鬱鬱蔥蔥，像不像幾支倒插在山谷裡的毛筆？傳說這是向王天子戰敗後丟棄玉筆畫成的。雖說是傳說，但看着這巍峨的石林，你真的能感受到一種悲壯的英雄氣概。站在觀景台上，雲海在腳下翻騰，石峰在雲中若隱若現。這種居高臨下的感覺，會讓你胸中生出一股豪氣。誰說老了就只能在家裡帶孫子？只要心不老，我們依然可以指點江山，激揚文字。你看這山站了1萬年，腰桿依然挺得這麼直。做人不也該如此嗎？景點18：巴音布魯克。如果說日出代表着希望，那日落就代表着圓滿。在中國最大的高山草原巴音布魯克，有一場全世界最美的日落。這裡是天鵝的故鄉，也是9曲18彎的開都河。當太陽緩緩落下，金色的餘暉灑在蜿蜒的河面上。如果運氣好，站在最佳的觀景點，你能看到河水中倒映出9個太陽。這就是傳說中的9陽連珠。這一刻，天地之間只有金色。看着太陽一點點沉入地平線，你會忍不住流淚。不是因為悲傷，而是因為太美了。就像這人生的下半場，雖然不像正午的太陽那樣刺眼，但卻有着最溫暖、最醇厚的餘暉。夕陽無限好，何須惆悵近黃昏？只要活得精彩，每一個階段都是黃金時代。景點19：
元陽梯田。看完了自然的奇迹，我們來看看人類雙手的力量。在雲南的哀牢山上，哈尼族人用1300年的时間雕刻出了這幅大地的版畫。這就是元陽梯田。從山腳到山頂，最高有3000多級。這不是畫出來的，這是我們的祖先一鋤头一鋤头挖出來的。灌水後的梯田像無數面鏡子，映照着天空的顏色。日出時是紅色的，日落時是金色的，陰天時是藍色的。這不僅僅是風景，更是糧食，是命根子。看着這些梯田，你會對土地產生一種深深的敬畏。我們這一代人大多是從土地裡走出來的，對泥土有着特殊的感情。這每一道田埂都像極了父親額頭上的皺紋，每一粒稻谷都藏着汗水的味道。來這裡看看大地的紋理，那是我們民族生生不息的血脈。景點20，稻城亞丁。有一個地方被稱為香格里拉之魂，它就是稻城亞丁。這裡有3座神山，分別代表着慈悲、智慧和力量。雖然海拔有點高，路有點遠，但當你看到那個海子的一瞬間，所有的辛苦都值了。這就是五色海，位於神山央邁勇的腳下。湖水在陽光下變換出5種顏色，神秘莫測。有人說，如果心誠能在這個湖裡看到自己的前世今生，這裡真的很遠，遠到仿佛與世隔絕。但也正因為遠，才保留了這份純淨。很多人說這裡是身體的地獄，眼睛的天堂，但我更願意說，這是一次靈魂的朝聖。當你站在4600米的地方，大口喘着氣，看着潔白的雪山和聖潔的湖水，你會發現，活着本身就是一種神蹟。帶上那個最重要的人去吧，去看看这世間最後的淨土。景點21，十里畫廊。如果你覺得爬山太累，去亞丁太遠，那就回到張家界，坐一趟十里畫廊的小火車吧。這是最適合老年人的遊覽方式，不用爬一步台階，只需要坐在復古的綠色火車裡，聽着輪軌的哐當聲。兩旁的山峰就像是長了腳一樣，一個個走到你面前來跟你打招呼。你看那個背着背篓的老人，那是採藥老人，像不像李時珍？再看那邊3個並排站立的石峰，那是3姐妹峰，大姐背着孩子，二姐抱着孩子，三妹懷着孩子。每一個石頭都有生命，每一個生命都有故事。車窗外是風景，車窗裡是人生。這10里的路程不長也不短，剛好夠你回味半生。微風吹過，鳥在叫，溪水在流，這種愜意才是退休生活該有的樣子。慢下來，別着急趕路，好的風景都在路上。景點22，禾木。有人說，
只有早起的人才配得上禾木的美。在新疆的最北端，有一个被白桦林包围的村落禾木，这裡被稱為神的自留地。清晨，當第一縷陽光灑向圖瓦人的木屋，炊煙裊裊升起，和山間的晨霧交織在一起，那種朦朧的美，就像是一幅剛畫好的水墨畫，濕潤而寧靜。牛羊從柵欄裡走出來，鈴鐺聲在山谷裡回盪，你會忍不住屏住呼吸，生怕吵醒了這裡沉睡的神靈。在這裡，時間不是用鐘錶來計算的，而是用日出和日落。如果你厭倦了城市的喧囂，那就來禾木住幾天吧。每天睡到自然醒，坐在木屋門口曬太陽、看書、發呆。這種神仙日子，不正是我們辛苦了一輩子所追求的嗎？在這裡，你會找回久違的平靜，找回那個最真實的自己。景點23：可可托海。心上人，我在可可托海等你。一首歌讓無數人記住了這個名字——可可托海。雖然那個養蜂女已經走了，但這裡的風景卻依然守候在原地。這裡不僅有淒美的愛情故事，更有雄奇的花崗岩地貌。你看那座神鐘山，像一口巨大的時鐘倒扣在額爾齊斯河畔。河水奔騰向西，流向北冰洋，它是中國唯一注入北冰洋的河流。走在峽谷裡，兩岸是金黃的白桦林，腳下是藍色的河水。這裡曾經是國家的功勳礦坑，為國家償還過巨額的外債。它是一座英雄的山，也是一座深情的山。帶着那首歌來這裡走一走，或許你會明白，有些愛雖然不能在一起，但只要記得就是永遠。有些風景雖然遙遠，但只要到達就是值得。景點24：五彩灘。如果不來五彩灘，你永遠不知道大自然的配色可以有多大膽。一邊是懸崖，一邊是河流。南岸是鬱鬱蔥蔥的河谷林帶，北岸卻是寸草不生的雅丹地貌。夕陽西下的時候，這裡的岩石會呈現出紅色、黃色、白色、紫色，五彩斑斕，怪石嶙峋。這就像是一場激烈的色彩戰爭，也是一場完美的視覺盛宴。很多人說，這裡是攝影師的天堂，但我更覺得，這裡是每個人心中的童話世界。它告訴我們，生命是可以多姿多彩的。哪怕環境再惡劣，也要活出自己的顏色。就像我們到了這個年紀，雖然青春不在，但我們依然可以像這五彩灘一樣，在夕陽下綻放出最絢爛的光芒。景點25：芒雅翡翠湖。離開了新疆，我們深入青海柴達木盆地的最深處。這裡是芒雅，被稱為地球上最像火星的地方。四周是寸草不生的荒涼戈壁，就在這極致的土黃色中，鑲嵌着一塊塊碧綠的翡翠。這就是芒雅翡翠湖。
不同於大柴旦的清透，這裡的綠的深沉，綠的油潤，像極了頂級的和田玉。站在這裡，你會感到一種前所未有的孤獨。沒有鳥叫，沒有車聲，只有風吹過鹽灘的聲音。這種孤獨不是寂寞，而是一種高級的自由。天地之間，仿佛只剩下你一個人。這不正是我們忙碌了一輩子最渴望的那種徹底的放空嗎？來這裡做一回火星人，把煩惱都丟給地球吧。景點26：金邊溪。看完了大西北的蒼涼，讓我們回到張家界，給肺部做最後一次清洗。這就是金邊溪，被稱為山水畫廊的峽谷。這裡不需要爬山，平坦的石板路沿着溪水蜿蜒，特別適合我們要養生的朋友。這裡的水清得讓人不忍心去觸碰，連水底的鵝卵石都數得清清楚楚。這裡的空氣甜得像蜜糖，每一口呼吸都是滿滿的負氧離子，那是給身體最好的禮物。走在林間小道上，陽光透過樹葉灑下來，偶爾會有幾隻調皮的獼猴跳出來向你討食。別怕，他們是這山裡的精靈，也是這片土地的主人。在這裡散步，心會變得特別靜。聽着水聲，看着綠樹，你會覺得健康平安才是人生最大的財富。景點27：老君山。我們的旅程即將接近尾聲，必須去一個壓軸的地方，那就是位於河南洛陽的老君山。相傳這是道教始祖老子歸隱修煉的地方。當金頂在雲海中若隱若現，那金碧輝煌的宮殿真的就像是天宮下凡。特別是雪後的老君山，白雪皚皚，金殿閃耀，美得讓人窒息。這不僅僅是一座山，更是一種信仰的高度。站在這裡，看着腳下翻騰的雲海，你會生出一種會當凌絕頂，一覽眾山小的豪情。這就像我們的人生境界，年輕時看山是山，中年時看山不是山，到了現在看山還是山。無論世界多麼喧囂，只要心靜，哪裡都是修行的道場。這老君山的一眼萬年，值得你為了它奔赴千里。景點28：大峽谷玻璃橋。在視頻的最後，我想邀請你做一件勇敢的事，回到張家界大峽谷，走上這座全長430米的玻璃橋，腳下是300米的深淵，每一步都像是在雲端行走。也許你會腿軟，也許你會尖叫，但當你走到橋中間，張開雙臂，擁抱着峽谷的風時，你會為自己感到驕傲。我們這一代人，什麼大風大浪沒見過？這座橋不過是人生路上的一個小插曲，跨過去，你就是勝利者。抓緊老伴的手，或者是兒女的手，告訴他們，你看，我還行，我不老。这種自信的笑容，才是這個視頻裡最美的風景。
朋友，這個視頻我們一起走過了祖國的萬水千山，我們看過了張家界的奇峰，聽過了九寨溝的水聲，我們感受了吐魯番的熱浪，也觸摸了赛里木湖的眼淚。我們穿越了獨庫公路的四季，也在這玻璃橋上挑戰了自我。這些風景是大自然寫給我們的情書，這趟旅程是我們給自己的獎勵。不要總是說等以後，因為最好的時間就是現在。不要總是怕走不動，因為只要出發，你就已經贏了。世界很大，風景很美，而你正好有空。去看看這大好河山，去見見那個更好的自己。願你出走半生，歸來仍是少年。關注我，我是愛旅遊，帶你探索地球的每一個角落。